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别揉肚子了，意义不大。今天我要教你一招南怀瑾老师的内部绝活动作。这一套动作，你只要坚持749天，你会发现你的脾胃逐渐的开始强壮了。咱们说脾胃不好的人啊，你千万不要去小瞧它，因为这里将会是你后半生的一个重要的点位。为什么呢？因为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勤，一个巨大的后勤。我们所有吃的东西，好的东西要让它去留在体内，坏的东西要让它从下面给它分出来，这都是脾胃的一个工作。如果你的脾胃一旦开始不好，不仅会感觉酸啊、反啊、抽着，然后逐渐的你还会感觉好的东西进不到这里的，它会直接从下面走出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摄入不到足够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弱。所以呢，古人也非常厉害，他说脾胃啊乃后天之本。那么如果我们脾胃常年比较弱的话，怎么办呢？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套方法，你记住啊，一共是2个，一个呢是饭后做的，还有一个呢是睡前做的。这2个动作你只要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的能量是非常的大。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我们每个人可以把视频收藏下来，然后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啊，叫做六灶坐。这个动作呢是咱们饭后去做的。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饭后喜欢揉腹，其实不要这样做了，意义不大。你跟着我做六灶坐3分钟左右，很多朋友就会发现肚子里面有一股气啊，就开始往下窜出来。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教大家怎么去做六灶坐这个动作呢？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右手环左肋，左手抱右肩啊，就把这个手啊这么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侧面看一下这个姿势，右手环左肋，左手抱右肩。好，姿势摆好了以后，把我们的双腿给它并拢，从侧面看一下，并拢了以后呢，下巴微收，收进来，好，慢慢的把身子俯下去，就这样沉下去，逐渐的弯曲到最下方。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啊就有疑问了，说这个动作看起来太简单了啊，这个动作有用吗？其实你不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前面几个步骤都很简单，唯独就是把动作做好了以后，头往下一放，开始不对了，这个地方啊压着一股气下不来，就这么胀着，就这么顶着这里下不来，然后有很多朋友啊就开始对抗了，就用劲的往下去压，就压不下去，这是什么？你记住，这股气就是我们里面的浊气，它顶在这，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身体的全躯，把里面不好的逐渐的往下压，通过下面怎么样让它出来。这就是一个六灶坐。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很多人压不下去怎么办呢？你不要着急，你就把身体这么压在这儿，你也别和它对抗，就这么慢慢的保持住正常呼吸，然后逐渐的你会发现啊，一下子不动一下啊，这个人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我们慢慢的再把身体蜷曲起来，就像这样啊，缩成一个婴儿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气都会顺着慢慢的往下走，这是帮助我们把不好的东西都往下面去赶。所以你说是不是比我们简单的揉腹来的要棒得多？这就是六灶坐，每天饭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做上3分钟。六灶坐这个动作，很多朋友听完以后自己就去试了，发现这个动作，正如老师所说一样啊，非常的有帮助。但是你记住啊，六灶坐只是一个顺法，它更是一个解法，就是把我们沉积在这里不好的东西，让它慢慢的往下去引。这个动作呢，把东西引完、清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脾宝宝、胃宝宝这个地方它会逐渐的舒服一些。但是归根结底，解法就是解法，清法就是清法。这个地方该弱还是弱，你的脾胃弱了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紧接着第2招就来了。这个方法是立于六灶坐之上啊，叫做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小丸子。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去做。我把这个方法说出来，大家可以记一下。首先，我们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颗，桂圆肉1小颗。然后我们呢，把这3样放在了研磨罐里面，把它研磨碎了，然后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就这么一颗颗的小丸子啊，它的能量其实非常大。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把它填喂在我们的肚脐当中。为什么要选择肚脐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哪里获得外界的能量的呢？就是这个口子，所以肚脐这个口子也被称之为一个会呼吸的口。我们把这个小丸子放在里面，一定要把它封贴好。贴好了以后，你就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安安心心的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把它一撕就可以了，把它拿出来。这个方法你去坚持7期49天，配合六灶做在一起。有些人会有疑问啊，说这个小丸子里面有这么大的威力吗？你这么去想啊，艾绒是什么？至阳之草。花椒呢，窜走能力又非常的强，还有咱们讲的这个桂圆肉，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脾胃有非常大的益补的帮助。所以呢，这3样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精华就会被我们的肚脐所吸收，它的温阳之力会逐渐的让我们的脾胃得到改善。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有很多朋友自己是没有时间的，也没有动手能力，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别人已经做好的成品拿出来用。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请走体内的寒湿气。为什么咱们选择这盒肚脐贴说它好呢？打开盖子，轻轻的闻一下，你就能闻到很浓郁的味道。首先味道你要知道是骗不了人的，味道越浓郁，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就越真。这么一颗小小的丸子，咱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把它这个上面包着的这个封皮纸拆开，贴在我们肚脐当中，用它送的这个贴纸直接贴上去就行了，非常的方便省事。而且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这盒肚脐贴和我们刚刚讲的用料上面还是有些区别的首先它上面的是艾草、桂圆、花椒，就是咱们之前讲的，还多了陈皮、白芷和生姜，6味都在里面，把它放在肚脐当中来的能量更足。所以呢，咱们用的时候就直接从里面选出来一颗贴上去。这如果说你自己身体当中感觉你的水气你的湿气，包括你的寒气重了，你就找到脚底的涌泉左右脚各贴上一颗，就贴在涌泉上面，然后你就这样坚持7期49天，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慢慢就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这么了解呢？因为我自己也用这盒肚脐贴，我每年在夏天3伏天的时候，我都会用它贴在我的肚脐上和双脚的涌泉上。肚脐这一圈就像小太阳照在上面一样的温温暖暖的，非常舒服。而且我贴上以后会发现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气都会通过下面一起排出来。所以刚开始贴的时候，如果你一天上个4次5次厕所是太正常不过了，然后你坚持去贴，你会发现隔着1天或者隔着2天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小太阳一直照在这儿，包括你的双脚涌泉上面都会有这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大家用完了以后就知道，脾胃如果经常不好，自己感觉弱，一定要把好的方法先用起来。我把这盒南怀瑾的肚脐贴放在我下方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下方的橱窗进行获取。大家一定要记得，好的方法一定要配伍而行。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方法，包括这个第2种方法，大家把它结合在一起，1+1大于2。如果大家只选择了一种方法，那么它带来的帮助可能就大大的减弱了。脾胃的根本还是要在养，而养的口子就在这儿。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肚脐往里面给它不断的灌注能量，你的脾胃就会逐渐的强大起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讲瘦分2种，第一种是精瘦，就是这个人虽然瘦，但是很精壮，该有肌肉有肌肉，身体非常的强健，精神头也非常的好。那么第2种呢，就是瘦弱。瘦弱的人群往往是体质不如人，而且这个胃口还不好，这吃东西呢他吃不进去，看到东西呢也不想吃，经常容易生病身体看起来就是病殃殃的，而且萎靡不振。那么对于瘦弱的人群，我在这里教大家一套经络拍打法，不仅可以开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大开，同时呢还能锻炼我们的身体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健。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做动作之前，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非常的耐用、实用和结实，居家备上2把，轻松解决身体上面的小问题，还能够强身健体。那么瘦弱的人呢，第一个就是要健脾。有句话叫做肚腹3里流，健脾率先就找咱们的足3里这个拍子放在我们膝盖的下方就是我们足3里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拍打。你看，手往前迈，然后1、2、3、4，在摆动回去的时候，顺势它就击打在
啊，我们的足三里。同时呢，我们做了一个迎合，就是手你看往后一打，我这个腿啊，你看往前一顶啊，做了一个迎合，根本不需要发力啊。所以说我们准备来1、2、3、4，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拍子的声音啊？我根本就没有发力，我只是把手啊尽可能的往前摆起来，做一个健身运动的动作。同时呢，在摆动的瞬间，用拍子的力量去击打我们的足三里，这样呢，运动也满足了啊，我们的这个足三里啊也得到了充分的刺激。每天你去做一个80到100下，刚开始做的朋友们可能这里做完以后会有点酸酸麻麻酥酥的感觉，但是随着你经常做，做完以后很多朋友反馈就是说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去做一个80下到100下就可以了。说完了第一个运动咱们还有第二个运动，就是在锻炼大腿的同时，我们要疏通我们的胆经。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不仅疏通胆经，锻炼大腿，还能够拉伸我们的整个上身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首先，预备姿势是什么呢？双腿微微的弯曲啊，然后拍子是和我一样这样一个拍子对准着我们小腿的中段，另一个拍子呢对准着我们大腿的中段，是这样看好这个动作非常的经典摆好动作以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画圆，把身体的中心往另一边移，手呢在画圆的时候做了一个大伸展画过来，击打在我们另一条腿上连贯起来就是这样。看1弓箭步，你看腿弯了来2弯腿，3、4还锻炼了我们的腰，5、6、7、8、9、10、11、12。你看拍子击打下去的声音是非常的实，因为它的力量全部渗透在我们的深层里面来，继续做，11，看12，根本不需要你的手刻意去挥，只要把动作样子做好了，自然摆下去，就能击打出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声音。而且手挥动的时候腰背一定要挺直，小腹收紧这个动作我们30个为一组。每天你去做一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2个动作讲完了，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练。坚持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越来越好，同时呢，借助着我们锻炼身体我们的肠胃消化吸收能力也越来越好，你的身体就逐渐变得更加的精壮。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提醒大家，选择拍子一定要选择2把，单一把拍子作为被动的拍打，只能敲敲打打；2把拍子我们可以编排出很多的动作对于身体是大有帮助。好，我是大伟，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我一波，我会持续的给大家分享最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身体里面湿气过重的人，在夏天会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吃。那么很多人夏天都喜欢吃冷饮，但是你脾胃不好你就不敢碰。你只要一吃冷的东西就很容易拉肚子。所以别看冷饮、冰淇淋别人吃起来那么香，但是你再馋你也得忍着。第二个就是说，空调房这个夏天外面又热，你到家里面肯定要把空调开来。但是你空调只要一开，立马这个关节就会发冷整个人就会感觉这个血液往下肢循环的血液会变得非常的不通畅，甚至待久了以后肩膀和头部也会有发冷的现象，所以总是感觉非常的难受。那么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在夏天咱们身体当中的阳气处于一个外浮外散的状态，那么空气当中的湿度又非常的大，所以这些综合的因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一些功能的运化，导致了我们在夏天身体会变得非常的难受。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今天大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就可以很好的帮大家调节一下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我们首先要去做一个抬腿抬腿的动作。在抬腿的时候，注意腿尽可能的抬高。为什么呢？因为在抬腿的时候咱们可以很好的去活动到咱们的腹股沟。腹股沟这里它这个血管比较丰富，在活动它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去刺激我们血液下行刺激我们整体的一个血液循环。所以呢，在抬腿的时候呢，咱们要去击打哪里呢？击打咱们的足三里这个位置。足三里是非常有名的对于我们脾胃不好的人来说，所以我们就抬腿去敲这个敲的面积因为非常大，所以我们只要去往这个位置尽量去敲就可以了。膝盖下方咱们去1、2、3大家注意看换个角度，1、2、3力度不用很大，轻轻的力度就可以了。4、5、6、7、8、9、
你每天去敲一个100下，敲完以后啊，这个酸疼的感，刚开始敲可能会有一些酸疼的感觉，但慢慢的它会往下去辐射，这个感觉啊是很正常的。而且做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啊，这个血液啊，它会往下面跑，慢慢的这个脚底啊就会发热，整个人啊这个腿脚啊活动一下会变得非常的舒服。但是还是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啊，这个腹股沟这边会比较的酸。那么这个酸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这里的肌肉啊，咱们运动的不多，所以做完了这个动作以后，如果你感觉酸的厉害，就把腹股沟这里啊给它敲打敲打啊，给它放松放松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建议大家每天做啊，每天去做一个100下到300下啊，就这样去做一做就可以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朋友们，这期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你只要在饭前做一做，就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脾胃进行一个运化，同时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肠胃道啊，让我们的吸收消化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是什么动作这么神奇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传统养生8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那么这个动作啊，它其实很多人啊都会练，但是往往有的人啊，他是在早上的时候去练啊，一练啊就是一整套完整的动作。你把它单独这个动作拎出来啊，在饭前去做，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讲啊，这个虚单举啊，是一手往上托，一手往下沉，是这样。这样你看像什么啊？它就一升一降之间啊，在反复啊一升一降之间，就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的一个脾胃运化。而且呢，在一升一降之间打开我们的后背啊，同时帮助我们腹部啊进行一个拉伸，让我们的食物啊能够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肠胃道当中，全面的被吸收消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的所有细节啊全部展示出来，那么大家可以跟着视频啊，跟着我一起去做，做完以后啊，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双手掌心朝上，同时啊腰背肩颈啊挺直，然后一手呢，你看啊是绕过来啊往上去顶，一手呢是看手肘打开，手转啊往下去沉，它们一牵一拉之间，你看转开来以后啊，达到了这个姿势之上，一个手往上去顶，一个手往下去压。那么在一牵一拉之间啊，你会发现你的后背啊被压得非常的紧，而且整个腹腔啊，你看这个整个通道啊，你看就被拉长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它非常的好。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演示啊，来转，手转过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推。同时这里有个细节。当我们手往上折，气快吐到末尾的时候，就是气快吐完的时候，手已经到顶上了，我们要微微的往后去做一个牵拉，好，然后再回，自然的呼吸。另一只手呢也一样，看一手往上，一手往下转，达到一个这样的姿势，开始吐气，仰头。快吐到末尾的时候，手往后进行一个牵拉，两个手都要啊。好，顶端保持一个0.5秒钟最好啊，然后回，再来。好，回，手一定要转啊，沉下去啊，这个姿势摆好，手往后。我就做了这么几下，我就感觉这个后背啊有发热的感觉，这个腹部啊有被牵开的感觉。你们在饭前的时候，我们左右手算一下，我们去做个4到5下就够了。每天饭前大概在1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练一下，然后你再去吃饭。渐渐的，你这个脾胃功能啊就能慢慢的打开啊，运化的功能啊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呢，再加上饭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稍微走走路，消消食啊。这么一整套练下来以后啊，经常去做，不仅无形之中啊打开了你的肩背，因为做这个动作对于我们的肩背啊非常的好，同时呢还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提高我们一个脾胃的运化啊。所以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掌握好细节，每天坚持练一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感觉视频不错，长按视频下方的赞，点一个超级赞，并且关注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经常感觉自己的脾胃不好啊，胃动力不足，吃进去的东西啊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收藏下来。咱们今天啊会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动作，就是帮助你让你的脾胃功能啊一天比一天强大。
我们都说啊，脾胃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大的后勤，吃进去的东西啊，都得靠脾胃的运化才能更好的吸收。如果脾胃出了问题啊，那么身体就会发虚，整个人的状态啊就会下降。所以呢，有句话叫做养生先养脾，脾胃好了，身体啊自然而然也会好。那么在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个经络拍，没有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橱窗。那么这个拍子啊非常耐用实用啊，居家备上以后啊，就能解决身体上面的很多小问题。好了，我们直接进入正题。这套动作啊有2个口诀，大家一定要记住。每个口诀啊代表的是一套不同的动作啊，叫做大步流星化湿气，小步健脾足3里啊。我们先讲第一个啊，大步流星化湿气。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啊，我们抬手啊，这个拍子拿的角度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啊。抬手，抬腿，看腿往后蹬的时候啊，这个拍子正好击打在我们的腘窝啊，腘窝这里呢，可以帮助我们化湿气啊，所以叫大步流星啊，走路化湿气啊，我们就这样去拍，注意。打的时候啊，这个手啊不要虚，因为它这个拍子啊它是有弹性啊，很有弹性的一个拍子，所以呢，我们抓住留一个小尾巴出来，根据自己的身高来，然后来走，抬腿敲打我们的腘窝，打出来的声音啊是要那种浑厚发闷的声音啊，千万不能说你打出来声音是很飘的声音，而且包括击打感不实。这个动作呢，它就要求啊你的声音发闷，击打感实啊，所以叫做大步流星化湿气啊，腿往外迈，这个动作在家练会比较好啊。做的时候啊，敲打的点啊会有点微微的刺痛啊。我们一般啊是做50步为一组，一般来说的话是2天练1次啊，就这样去做。做完以后啊会非常的累，身上会出汗，出很多的汗，而且呢，你看那个腘窝处啊拍打，第1天拍打的人啊会发红，甚至有些发紫。然后后面呢，慢慢的你的身体啊状态好了以后，这个腘窝处啊慢慢你再拍打就没什么感觉了啊。所以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接着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叫做小步健脾足3里啊，我们身子啊要微微的弯曲一点，弯曲以后呢，然后你看抬腿敲打啊，它是有个节奏的敲打，快了以后就这样啊，这个小腿啊是一直在颠，手臂微微的抖动。敲打的是哪里呢？是我们大腿的侧面，足3里的位置啊，就这个位置啊，所以叫小步健脾足3里。我们这个动作一般不按次数来，它一般是1分钟啊，就持续这样做。它有着很好的活气血、减脂，包括强化我们的脾胃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调整好你的呼吸啊，频率如果你感觉快了，我们就可以慢一点。这个抖动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拍子它很有弹性，所以呢，我们抖动的时候，轻轻你看，手一抖啊，大家注意看这个声音，啊，它就能发出一种非常闷、非常脆的声音啊，打在身上的感觉也是非常舒服的。你每天这样做一做啊，就能够很好的让你的身体啊变瘦，同时啊，脾胃一天比一天强大。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3组，每一组呢45秒钟到1分钟。那么以上2个动作呢，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健我们的脾胃。最后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拍子啊，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动手做，或者是直接用手啊进行拍打，因为手的拍打和拍子的拍打不一样。拍子呢，它拍打出来啊，它是有一个震荡啊。如果我是做慢动作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力的传导的面积啊非常的大。而且打击感啊非常的舒适，这个手腕啊只要轻轻的一抖动，它这个力量啊就能传递下去，并且渗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而用手拍打呢，很多时候啊它这个力量是浮于表面的啊，只是打了以后就感觉是皮疼，而不是渗入到里面。所以这是拍子和手最大的区别。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是购买这个拍子的话，一定要选择是买2个啊，因为2个拍子啊更容易去编排一些动作，而只有单一个的话，它只能去做一个拍打的作用。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啊就到这里了。希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就跟着我这个视频啊去练，把视频收藏下来，每天就对着这个视频啊跟着动作去练。2个口诀：大步流星化湿气，小步健脾足3里。记住这2个口诀，这个动作你就会了。好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